嗨，亲爱的书友们，欢迎来到书海时光，一个为你每日推荐好书的心灵驿站。赶快关注我们，一起畅游书海，让阅读点亮每一天的精彩。大家好，今天我要和大家分享一本极具力量的书《自我关怀的力量》。这本书的作者是克里斯汀·内夫 （Kristin Neff），一位在自我关怀研究领域有着卓越贡献的学者。他通过深入的研究和自身的实践，为我们开启了一扇通往内心宁静与力量的大门。在当今这个快节奏、高压力的社会中，我们常常对自己过于苛刻，我们像对待敌人一样对待自己，不断的批评、指责，却忘记了自我关怀这一强大的力量。就像著名作家奥斯卡·王尔德所说，爱自己是一生浪漫的开始。然而，我们中的许多人却从未真正学会如何爱自己，如何给予自己关怀。这本书的价值不可估量，它不仅仅是一本理论书籍，更是一本行动指南。当你翻开它，就如同踏上了一段自我发现与自我疗愈的旅程。它能够帮助你改变与自己的关系，从自我苛责走向自我关怀，从内心的挣扎走向平和与力量。这种转变可能会对你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改善你的心理健康，提升你的人际关系，增强你的抗压能力，甚至让你在追求梦想的道路上更加坚定。现在，我想问大家一个问题，在你面对挫折和困难的时候，你是会温柔地拥抱自己，还是会无情地批评自己呢？让我们带着这个问题，一起走进自我关怀的力量的世界。自我关怀的内涵与重要性。自我关怀，简单来说，就是像对待最好的朋友一样对待自己。这意味着当我们在生活中遇到困难、失败或感到痛苦时，我们能够以一种充满善意、理解、关怀和包容的态度来对待自己，而不是严厉的批评和指责。从心理学角度来看，自我关怀有着深厚的理论基础。人本主义心理学家卡尔·罗杰斯强调，每个人都有一种内在的积极向上的力量，这种力量促使我们追求自我实现。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因为外界的压力和内心的自我怀疑而阻碍了这种力量的发挥。自我关怀就是唤醒这种内在力量的关键。书中提到，自我关怀是承认痛苦的普遍性，并认识到我们并不孤单。当我们遭遇困境时，往往会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这种孤立无援的感觉会加剧我们的痛苦。而自我关怀让我们明白，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每个人都会经历。这种认知能够让我们从自我怜悯的陷阱中走出来，以一种更加客观和理性的态度看待自己的处境。在实际生活中，自我关怀有着诸多好处，比如在面对工作压力时，一个懂得自我关怀的人不会因为一次项目的失败而全盘否定自己，他们会承认自己的努力和不足，并且给予自己足够的空间和时间去调整和恢复。他们会对自己说，这次失败了没关系，我可以从中学到很多东西，我会继续努力，下次做得更好。这种态度不仅有助于缓解压力，还能提高工作效率和创造力。自我关怀的3个核心要素。自我善意。自我善意是自我关怀的基础，它要求我们对自己温柔以待，而不是对自己过于苛刻。在书中，作者指出，自我善意意味着我们愿意忍受自己的不足，并认识到我们并不需要完美才能有价值。我们生活在一个追求完美的社会里，从小就被灌输着要做最好的自己的观念。然而，这种对完美的追求往往变成了对自己的苛责。我们总是盯着自己的缺点不放，却忽略了自身的优点和努力。有一个真实的案例，一位年轻的职场女性，她一直对自己的工作要求极高，每次完成任务后，她总是只关注那些没有做好的地方，而对自己取得的成绩视而不见。这种自我苛责的态度让她长期处于焦虑和压力之中。后来，她接触到了自我关怀的理念，开始尝试改变。她学会了欣赏自己的努力和成果。当遇到问题时，她会对自己说，我已经尽力了，这已经很棒了，我可以从这次经历中学习，下次做得更好。随着时间的推移，她发现自己的自信心增强了，工作效率也提高了，人际关系也变得更加融洽。要培养自我善意，我们可以从一些小事做起，比如每天对自己说几句鼓励的话，像我很棒，我值得被爱。当自己做错事情时，不要急于批评自己，而是先肯定自己的努力，然后思考如何改进。共同人性。共同人性是自我关怀的重要维度，它让我们认识到痛苦和失败是人生的一部分，我们并不孤单。书中写道，当我们遭受痛苦时，认识到我们并不孤单，痛苦是生活的一部分，这是自我关怀的关键。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因为自己的痛苦而感到孤独和无助，觉得自己是世界上唯一一个经历这种痛苦的人。这种感觉会让我们陷入更深的痛苦之中。然而，当我们明白痛苦是人类的普遍经历时，我们的心态就会发生改变。例如，当一个人失恋时，如果他认为自己是唯一一个被抛弃的人，他可能会陷入极度的悲伤和自我怀疑之中。但当他意识到失恋是许多人都会经历的事情，他就会有一种释然的感觉。他会明白，这只是人生中的一个阶段，他可以从中学到东西，并且继续前行。
从心理学上讲，共同人性可以缓解我们的孤独感和焦虑感，它让我们感受到一种群体归属感，这种归属感可以给我们带来力量和安慰。我们可以通过阅读他人的故事、参加支持小组等方式来增强对共同人性的认知。3. 正念。正念是自我关怀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是指对当下的体验保持一种开放、不评判的态度。正念让我们能够清晰地觉察到自己的情绪、想法和身体感受，而不是被他们所淹没。书中提到，正念让我们以一种不评判的态度观察我们的想法和感受，而不是被他们所控制。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因为一些负面的情绪和想法而陷入痛苦之中。比如，当我们感到焦虑时，我们可能会不断地担心未来，从而加剧了焦虑感，而正念可以帮助我们跳出这种恶性循环。例如，在面对考试压力时，一个具有正念的人会觉察到自己的紧张情绪，并且接受这种情绪。他们会对自己说，我现在感到紧张，这是很正常的。我会尽力去准备考试，不管结果如何，我都能接受。这种态度可以让他们更加专注于学习，而不是被焦虑情绪所困扰。要培养正念，我们可以尝试一些正念练习，如正念冥想。正念冥想可以帮助我们提高对当下的觉察力，让我们更加平静和专注。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可以随时随地的练习正念，比如在吃饭时专心品尝食物的味道，在走路时感受脚下的路。3. 自我关怀在不同领域的应用。1. 心理健康领域。在心理健康领域，自我关怀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研究表明，自我关怀可以有效地缓解焦虑、抑郁等负面情绪。书中引用了大量的研究案例来证明这一点。例如，一项针对大学生的研究发现，那些具有高自我关怀水平的学生在面对学业压力时，焦虑和抑郁的症状明显较轻。这是因为自我关怀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应对压力和挫折。在心理治疗中，自我关怀也被广泛应用。许多心理治疗师会引导患者学会自我关怀，帮助他们建立积极的自我认知。当患者学会对自己温柔以待时，他们的心理状态会逐渐改善。2. 人际关系领域。自我关怀对人际关系也有着积极的影响。当我们学会自我关怀时，我们也会更加容易地关怀他人。书中提到，自我关怀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他人。当我们不再对自己过于苛刻时，我们也会减少对他人的批评和指责。我们会更加关注他人的感受和需求，从而建立更加和谐的人际关系。比如，在婚姻关系中，如果夫妻双方都懂得自我关怀，他们就会更加包容对方的缺点和不足。他们会在对方犯错时给予理解和支持，而不是指责和抱怨。这种相互关怀的态度可以增强夫妻之间的感情，让婚姻更加稳固。3. 职场领域。在职场中，自我关怀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应对工作压力，提高工作效率和创造力。在竞争激烈的职场环境中，我们常常会面临各种挑战和压力。如果不懂得自我关怀，我们很容易陷入焦虑和疲惫之中。而自我关怀可以让我们在面对压力时，保持冷静和理智。我们会给自己留出足够的时间和空间去调整和恢复，从而更好地应对工作挑战。例如，在面对一个重要的项目时，一个懂得自我关怀的员工不会因为害怕失败而过度紧张。他们会认真分析项目需求，制定合理的计划，并且在工作过程中保持积极的心态。当遇到问题时，他们会积极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被压力所打倒。4. 培养自我关怀习惯的方法。1. 自我对话。自我对话是培养自我关怀的重要方法。我们可以通过改变与自己的对话方式来培养自我关怀的习惯。书中建议我们用更加积极、温柔的语言与自己对话。比如，当自己做错事情时，不要对自己说我真笨，而是说我这次犯了一个错误，但这并不代表我是一个失败者。我会从中学习，下次做得更好。我们还可以尝试用第三人称与自己对话。研究表明，用第三人称与自己对话可以让我们更加客观地看待自己，并且更容易产生自我关怀的情感。例如，当我们遇到困难时，我们可以说，你的名字，你遇到了一些困难，这很正常。你有能力克服这些困难，我会一直支持你。2. 自我照顾。自我照顾是自我关怀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照顾自己的身体、心理和精神需求。在身体方面，我们要关注自己的饮食、睡眠和运动，保持健康的饮食习惯。充足的睡眠和适量的运动可以让我们拥有良好的身体状态，从而更好地应对生活中的挑战。在心理方面，我们要学会调节自己的情绪。我们可以通过一些放松技巧，如深呼吸、渐进性肌肉松弛法等，来缓解压力和焦虑。在精神方面，我们要寻找自己的精神寄托，这可以是宗教信仰、哲学思想，也可以是一些能够给我们带来意义和价值的事物，如艺术、音乐、文学等。3. 寻求社会支持。寻求社会支持也是培养自我关怀的重要途径。我们可以向家人、朋友、同事或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寻求支持。
当我们与他人分享自己的感受和经历时，我们会感受到一种被理解和支持的感觉。这种感觉可以增强我们的自我关怀意识，让我们更加容易地对待自己。例如，当一个人感到孤独和无助时，如果他能够向朋友倾诉，他的朋友可能会给予他安慰和建议。这种社会支持可以让他感受到温暖和力量，让他更加容易地走出困境。通过对自我关怀的力量的介绍，我们已经深刻地认识到自我关怀的重要性以及它对我们生活的积极影响。自我关怀是一种力量，它能够让我们在面对生活的挑战时，保持内心的平静与坚定。它是一种智慧，让我们能够以更加宽容和理解的态度对待自己。它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充满爱与关怀的生活方式。让我们从现在开始行动起来，培养自我关怀的习惯。阅读这本书，学习书中的方法，并且将其运用到生活中。相信我，当你学会自我关怀时，你的生活将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记住，你值得被爱，值得被关怀。不要再对自己过于苛刻，要学会温柔地对待自己。就像书中所说，自我关怀是通往幸福和内心平和的关键。让我们一起踏上这趟自我关怀的旅程，去发现一个更加美好的自己。最后，我想用一句话来激励大家：你今天的自我关怀将成就未来强大的自己。希望大家在自我关怀的道路上勇往直前，创造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谢谢大家。